豆豆，你在吗？5月本来就很难了，任何5月的每一天都很难。那是我最后一次抱他，一个那么大的一个人，就变成那么小的一个瓮。哦，我就一直怀着那个瓮。然后那个船家就跟我讲放手放手，那我在想放手吗？Star OK。我们有告诉他们，要是想念爸爸，就看着天上的星星。Are you gonna draw 爸爸？这是你呀、跟着爸爸。像跟上你一样，画风雨做拥引。哦，听听又听听，不见你的脚印。时间啊，时间啊，一分岔，隔天涯。命运啊，命运啊，一停转，没筹码。他喜欢旅行，我们都喜欢海。我把它归还给生命之源，给他去自由。只要有海水碰触得到的地方，他就可以去，他可以看整个世界。为什么我拍他的背影？我拍他做他爱做的事情。我喜欢看一个男人专注的表情。我觉得那个时候的他很帅，很可爱。那个很帅的男人是我的。去巴黎之前我就想好了，我要在铁塔下面接吻。他就是完全不喜欢这种东西。刚好那天是晚秋黄金时段，铁塔是金色的，然后我就跟他讲，我要 kiss。他就跟我讲，为什么要 kiss？ 然后我就说，但每个人都拍一张铁塔 kiss 的照片，我也要啊。然后就有了我的第一张，也是唯一一张铁塔的接吻照。他就跟我讲，他又不帅啦，那我又不美啦。我们还没有小孩之前，我们是非常喜欢去旅游的。在每一个旅游的角落，要是看到一个雪球，我就会收集。这些都是一个很美好的回忆。因为先生本身是一个比较严肃、比较有规矩一点的人，所以他觉得有时候我的想法太自由了。他以前会永远会开导我说，有些东西可以以另外一个角度来想做什么事情。有时候回忆到他在健康的时候，从结婚到生小孩、建立家庭，也是有时候挺开心的。小乖，这个木冰。小乖，不要动啊，爹地跟你洗头啊。人生短短几十年，要玩就玩多一点，玩完还找一个适合自己的。你说我不适合啦？我没有讲你不适合，只是我感觉太早了点，还没玩够。这个以后我先给我儿子看。我这个冰箱是放了很多照片，因为是跟孩子告诉他们每一个角落爸爸都在。这个呢是儿子刚刚几个月大，这个是我的儿子当时2岁的生日，爸爸还没有生病的时候，所以可以看得出他比较
健康一点。他化疗了过后的第1年过后康复的时候，当时我们就决定大家合家去旅行。所以这个是我的女儿2岁，儿子4岁的时候，当时爸爸也是很开心，大家刚刚面对了一个很大的困难，一起去旅行是一个很大的意义。妹妹走了，好，妹妹赢了。我先生发现有癌症的时候是女儿刚出生的那一年，2021年验了整个身体的 MRI， 发现她的脊椎里面有一个很大的肿瘤，压到了她的神经线。原来她有了一个很稀有的一个脂肪癌。我为梦想日夜拼命，大小事拿捏精明，却没算好你离开我的年纪。他抗癌的过程大概是3年多，这期间其实很心痛，看到他的身体，以他一个非常活跃的人，突然间要经历过这么多次的化疗、电疗，身体也越来越虚弱，其实对他跟整家人的打击都其实很大。时间啊，时间啊，你走吧，揭晓吧。每次化疗的副作用是非常的痛苦，很希望他能好好的吃一顿饭，出去走一走，至少开心一点。有时候我有告诉他，希望可能要不要他放弃这个最后的化疗，可是他决定他还是要再给自己一个希望。那一天，他在上面运动了大概20分钟，下来走去厨房喝水，就倒了下去。我叫他2声，没有回答我。我冲了出去，他已经倒在地上，满地都是血。想起最后的曾经，若知道从此分离，我会留下将你紧紧拥怀里。当时根本没有想到说再见，就是要救他，叫他的名字，喊他，打他，推他，打995啊，然后做 CPR。后来很久以后才想到，我是不是应该握住他的手？最后一次跟他说我爱他。你的脚印，时间啊，时间啊，一分斩，隔天涯。 4分钟前还在那边跑的一个人，4分钟后就在我的生命中完全消失了。没筹码。我儿子一开始他非常坚强，他感觉没有哭泣，也没有提到想念爸爸，所以有时候我就会想，他有可能不理解整个情况，爸爸不在了。爸爸出殡当天是 K2 的毕业典礼，之前我有问过他，当时你要不要去你的 K2 毕业典礼，因为这也是你人生很重要的一个阶段。他当时就告诉我，其实他想去爸爸的葬礼，因为爸爸很重要。这时候我就觉得，原来他是挺明白这个整个事情的，并没有像我想象6岁不能理解的事情。很多人失去至亲的时候，他们第一个感觉觉得我一定要坚强。其实很多时候自己的
心里很多话是无法告诉家人的。可能夜深，当孩子全部都睡着的时候，才开始意识到自己其实有时候是挺孤独的，感觉像是一个过山车这样，好像一直有时候很伤心，有时候很快乐，有时候又伤心回去。这个是我们8周年的结婚纪念日，我们买了一对手镯，一人一个。这也是他患癌第2年的时候，他可能觉得接下来的路没有这么长，所以他决定买了一个比较重、比较能保存永久的一个礼物。因为通常我们是不怎么庆祝结婚纪念日，他本身不是一个很有仪式感的人，也不是说常常会说我爱你，但是他买了这对手镯的时候，他的确是有表达我爱你这句话，所以这个对我意义很非凡。所以有时候想念他的时候，我会摸一摸手镯。Milo 是他很疼的一个小孩。我问过他，他有没有后悔过我没有给他一个小孩？他就把Milo抱了，就放在我腿上说：“那我的小孩，他有毛。”对于我们来讲，他是个联系我们在一起的存在，我们是一家人。他什么都不懂，他也不懂什么叫死亡，他就知道说我的爸爸没有回来。他每天等门，他不要睡觉，他3更半夜跑去门口等他。然后每次当我跟Milo讲说，你不要再等了，那个门，爸爸不会再从那道门走进我们家。当我不停地跟Milo讲这段话的时候，我发觉其实痛的是我自己。他走的那个时候，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我为什么还活着？不是说要夫唱妇随吗？那为什么他不在了，我还在呢？ Yeah, welcome to this Greek Cafe. We also welcome anyone who is ready and open to share. Jack 的这个失落是突发性的，而且是发生在他自己家中。他听到那个 Jane 先生倒地的巨响，砰！他冲出去看到的一切，这些画面都会在过后反复的浮现在他的脑海里，一直好像电影这样播放，让他的这个悲伤变得特别特别的艰难。3更半夜叫着他名字的时候，叫着，你就会哭了起来，因为你叫的那个人不会再应你，你的声音投射出去，是进入一个空旷的空间。 连回音都没有。后来我爱看人相聚，说着用着希冀而泣，你如何牵我手心还有记忆。最大的遗憾，其实是真的是时间的陪伴，因为我需要照顾2个年幼的孩子，我也有一个全职的工作，很多时候他都有告诉我。 能不能放下工作，放下孩子，陪伴他多一点？能不能，不要告诉他等一下，因为怕有时候等了一下就不能再等了。但是我不能180%给着他，因为身体有时候也是很累，所以这些负担其实是很大的。一分差，隔天涯。 Such a nice house. I realize you like to make house, right? Who will be in your house, please? Myself. WeCare 的辅导过后，我发现他原来
其实是在压抑自己的情绪，很多时候其实很想哭，但是又怕妈妈伤心。他说，无时无刻其实每一个角落都有想念爸爸。Why do you decide to draw this? Because I miss Daddy. So cute. And then are they holding hands? Yeah. This is show your love for him. OK。孩子不哭，不代表他们不心痛。孩子的表现方法，往往是跟成人当然是相距很大的。我们用配画纪念爸爸的方法，自然的、很勇敢的谈起爸爸。我做了一些小抱枕，就希望他们要是需要爸爸的拥抱，他们能抱住那个有爸爸的脸的抱枕，至少能给他们一点小小的安慰。Where's Daddy? Oh, you show Daddy. Okay, how Daddy? So Daddy will sit here, ha? Yes. 我儿子就会放在他的身边，女儿也是放在他睡觉的时候就在旁边。有时候他们会拿着那个爸爸的抱枕啊来打闹玩，就当这是一个爸爸好像还在陪伴着他们的一个回忆。我跟他道别的时候，当时在病床的时候，有告诉他说，他已经尽力了，他努力了这3年，辛苦了这3年，其实已经是我们很感恩的那3年了。谢谢他对我们的付出，谢谢他永远都明明是很痛很痛苦，但是永远都尽量微笑的对我们说话，告诉我们其实他还 OK。这是其实我觉得他已经尽力了。当时在病床，我也是跟他这么说，我也告诉他不要担心了，我会帮他扛起这个家，不用担心，我们会好好过，让他其实能安心的走，不要再为我们担心。我觉得我的先生他其实是有一些遗憾，想要陪我们度过下半辈子。他很抱歉，他不想其实这样就走，他的人生写上这个句号是一个命运，他没有办法控制，所以他其实有时候有告诉孩子，他可能很抱歉没有办法看他们长大。命运啊，命运啊，敢问我可无你？时间我们其实已经买了一间 BTO，2030年会建好，那个是我们的未来，我们的期待。他选了27楼，因为搬进去的那一年2030年是我们的27周年纪念。我们是完全以为说生命掌控在自己手上的，我们是以为说我们的未来是我们可以论定的，我们的梦想是我们可以落实的。但是事实不是如此。我老公的话是：我们的新家家，那是我们的梦。短短我在新家家，我自己一个人在新家家。我要延续他的这个梦，这是我们2个要的东西，所以我会继续走下去。他其实一直很想要去的日本，他特别热衷于赛车。当他很想做这件事的时候，他已经生病了。
所以我希望这个12月能去到日本的这个赛车游乐园，带着他的公仔，帮忙他完成他生前的遗愿。翻阅在回忆里你所有的语情，还轻轻又轻轻抚慰我的心灵。先生应该是会告诉我辛苦了。患癌的时候，当时我是编排着他所有的化疗、所有的行程，所以我觉得他应该是会告诉我辛苦了，他也应该会跟我讲尽力了。我想对他说，不要担心我们都过得很好，孩子都很健康，所以希望他好好的在天上，远离所有的病痛，去做他喜欢做的事。命运时间的铺网容不下，就飞翔。